了大夏的全球军事演习，我随手改造出了一架外星3代机。你们大夏破坏我爸国的卫星，是想要挑起战争吗？哈哈，既然贵国说是我们破坏了你们的卫星，那么请问我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对你们发起攻击的？这还用问吗？这张照片上就是你们大夏的文字，这确实是我们大夏的东西，只不过据我们了解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玩具。玩具？开什么玩笑？你们的玩具能上天，还能击落我们的卫星？霸国的玩具不能，但是我们的可以。贵国在发射卫星的当天，我们大夏的一个玩具厂正好发射了玩具火箭，谁能想到你们的卫星这么不精壮，才造成了这一次的事故。哦，对了，近期我们大夏这种玩具火箭的数量比较多，烦请在我国上空的所有飞行器离开我大夏领空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什么玩具？这是我听过最拙劣的谎言。总统阁下，新闻发布会之后，大夏出示了一个相同的玩具，根据鉴定，跟视频中出现的完全一样。这一次大夏没有说谎。你的意思是，大夏随便发射了一个玩具，就把我们造价几十亿的卫星给打下来了？恐怕事实就是这样的。不仅仅是这样，马斯克说他们最新的2代卫星莫名其妙的失踪了，很有可能也是大夏的手段。马斯克2代也被干掉了，那岂不是说你担忧的不错？大夏发射上去的东西似乎还可以在太空自主运行。那关于以后我们对大夏的战略措施，后面再说。我先跟梅川裤衩通个电话。爷爷，你不是说那个玩具有很多功能都是假的吗？怎么还让3金去改造飞机啊？马上就要进行第5代机的试飞了。最近樱花国那边从霸国购买了一批战机，我担心他们会来搅局。这一次让3金改造3代机，我就是想看看他还有什么本事。可是我听爸爸的意思是不同意让3金改造战机。苏若雪的父亲正是东部战区空军副总司令。你爸就是小心眼，还因为上次火箭模型的事记仇呢。一会你好好劝劝他，以后还要跟3金相处呢。我爸跟3金相处什么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小子还想动我们的3代机，我不同意。回到家，两人就听见了苏明强的怒吼声。飞机已经运过去了，小刘你去玩具厂盯着点。父亲，我们那个战机可是有很多顶尖技术的，怎么能随便就让一个小子研究？这是要出事的。咋了？这是你们空军总司令周爱民亲自安排的，你有意见吗？小刘，你去盯紧了，让那个什么玩具厂给我抛光，打蜡就行了。他要是敢乱改，直接把那小子抓起来。没多久，刘明赶到3金的玩具厂。这是我们军方的3代机，本来已经退役了，不过由于演习的4代机数量不够，就想着改进一下凑个数，麻烦金老板了。麻烦都不麻烦，毕竟是给钱的嘛。具体要怎么改？其实你也不用怎么大改，主要是外观抛个光，喷个漆什么的，看上去牛叉就行。那好，什么时候用？1个星期后，这几天我就住这里，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。你这是不放心啊？不过我这里没有地方睡，你只能跟老王睡一起了。这没问题。开始接收改造信息，非典型外骨骼改进方案，牵动混合动力能源装备系统，全新波波雷达扫描系统等离子套加载模块。就让我来为你重焕新生吧。此时，东部战区空军演习指挥部聚集了一帮大佬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次我们军演的主角是最新的第5代战机，而目的就是为了震慑樱花国宵小。前段时间，樱花国的船只经常在我国钓鱼岛附近出没，就是因为我们第4代战机的巡航范围不够。现在我们的第5代战机在续航里程上已经翻倍，相信一定会震慑樱花国的。还有一个消息，听说最近樱花国从霸国最新购置了什么飞行器，以防万一，这一次军演一定要做足准备。明白，同志们，我们大夏的国防力量发展任重而道远，但是我们要有战必胜的信念。自从刘明入驻玩具厂以来，就没有清醒的时候，只因为门卫老王太能喝了。刘军官，战机改造完了，跟我去验一下货。当刘明看到改造完成的3代机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这是3代机？对呀，就是小小的改造了一下。这是说明书，有什么不懂的自己查就行。苏司令只是让我喷个气，现在倒好，你直接造了个外星飞船出来，这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啊？刘明绝望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将战机拖回去交差。此时，东海的一艘驱逐舰上停放着2架5代机。各部门注意，4代机已升空，按计划5代机从甲板上进行舰载起飞，然后对4代机进行追击。紧接着，一道热浪传来，5代机犹如利剑一般直插云霄。厉害呀！这5代机的弹射起飞当真非凡，是我们4代机没法比拟的。是啊，4代机就算全功率起飞，也需要至少25米以上的起飞距离。天空中，2架5代机很快追上了提前起飞的4代机。随着几枚虚拟导弹的发射，4架4代机全部被5代机击落。不愧是5代机啊，短短2分钟就已经干掉8架4代机了，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。是啊，而且这2架5代机已经展现出密切的配合了，现在就剩下1架。不对啊，我们不是准备了10架对手机吗？怎么少了1架？那个3代机呢？
报告，我是10号驾驶员黄海波，我不会开这架3代机啊。什么叫不会开？郭海波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连3代机都不会开了？这个司令啊，其实10分钟前我就想说了，我看了半天说明书，到现在为止连启动的开关都没找到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等等，那架是不是玩具厂改造过的飞机？对啊，司令，我虽然不知道改造了个什么玩意，但这绝对不是3代机啊！立刻把现场画面给我切过来。当画面投放出来之后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这是3代机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确定这不是外星飞船？这个机身材料不对啊，怎么在阳光下没有任何反射？不仅是机身材料，你们看整架飞机上没有任何武器的洞口和导弹悬挂，这似乎不是一架战斗机啊！一旁的苏明强更是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这他妈是个什么玩意？不是说好了不让他乱改的吗？正当众人疑惑的时候，一股巨大的推力从飞机下方传来。妈呀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感觉要升天了！郭海波，你冷静点，大白天的不要说胡话。突然，画面中的3代机下方冒出了一股蓝光，整架飞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悬浮了起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郭海波，你干了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随着一声哀嚎，原本悬浮在半空的3代机瞬间没了踪影。郭海波，听到请回答，听到请回答。郭海波，你他娘的人呢？刚才那是垂直起飞吧？我他妈眼睛是不是花了？我看得清楚，确实是垂直起飞，然后一个推力就直接没了。就单纯这个起飞速度，起码有1马赫，这种瞬间的动能压力是人体根本不能承受的。郭海波该不会已经……报告，我军演习的海域发现一架不明飞行器，从方向来看，似乎是从樱花国来的。